古装仙侠剧《长月烬明》正在热播。该剧改编自藤萝为之的小说《黑月光拿稳 B 剧本，讲述了一代魔神澹台烬与衡阳宗掌门之女黎苏苏之间500年轮回相恋、相爱相杀，最后拯救世界的故事。他们是上古时期的战神明夜和桑九，他们是500年前的澹台烬和叶希雾，他们是500年后的澹台烬和黎苏苏。在故事的结尾，澹台烬利用自己可以吸收外部力量的能力，吸收并掌控了同悲道。在见到黎苏苏之后，他心中残存的与叶希雾那段刻骨铭心的爱情被记起，而黎苏苏最终也捏碎了魔神血骨，让即将化身魔神的澹台烬终止了自己的行动。澹台烬在最终消散之前幡然醒悟，散尽修为，并将同悲道积累的万年的灵气和灵魂放归给了三界四周，万物复苏，草长莺飞，一片欣欣然的景象。那些被同悲道吞噬的人们和神灵也都复活了，澹台烬消失了，黎苏苏怅然若失，陪伴他的还有谁？澹台烬魂飞魄散之后，他的女儿出生了，澹台紫蜜，一个调皮可爱的粉团子，妖魔界无法无天的小公主。她的娘亲1年到头不在家，四处寻找她父君的下落。她也有样学样，悄悄溜了出来，四处追问我爹爹去哪儿了。真巧，给他找到了。不过那时他已经改了名字，白子谦。在那场浩荡的神魔大战之后，人间、仙界和魔界又一次恢复了平静，三界之间又有了结界保护，互相过着井水不犯河水的生活。黎苏苏没有离开魔界，她成为了魔界的主人，统治着亿万魔族。她在这里是为了寻找已经化为云烟的澹台烬，而且她也相信澹台烬没有消亡，必然会转世重生，只是她不知道她会重生在哪里。所谓一经落而万物生，因为澹台烬的陨落，她的骨肉鲜血化作了魔界的魔脉，这让亿万魔族的人拥有了生存的更好的环境。魔族的人尊称澹台烬为英雄，也对黎苏苏和他们的女儿澹台紫蜜更加敬重。千年以后，小地基澹台紫蜜还是一个4、5岁小孩的模样，长得胖乎乎的，白白嫩嫩，但是却拥有绝世能力。她整天喜欢贪玩，在魔族里打闹嬉戏，无人敢管，既是一个漂亮的小萝莉，又是一个古灵精怪的小魔头。小地基将北来主的小儿子埋进了沼泽中，还让他的头顶上开出了粉色的花朵。小公主被救出来后痛哭不已，小地基不仅欺负灰熊精家的胖姑娘，让赤炎风追着她跑，还毁了南修主家的魔坛，甚至在贺金家做客时差点把刚出生的小魔鹤给烤着吃了。澹台紫蜜生而为神，尊贵无比，但是由于黎苏苏经常要外出去寻找澹台烬的线索，所以她是孤单的，也是缺少母爱的。相较于别的魔族小孩还不曾拥有的无上神力，他更渴望母亲能经常陪伴在自己的身边。他捉弄魔族的小朋友，其实是内心更嫉妒人家一家子团团圆圆，其乐融融。千年以后，黎苏苏满身疲惫，从外界再次归来，依然没有找到澹台烬的信息，而他对女儿也是抱有歉意。在看到屈宣子的一封信中，说澜沧海底有一种白香石，据说来自神仙的骨架，这让黎苏苏心中又掀起了希望，不知道是否会有澹台烬的线索。但是澜沧海太辽阔和深远了，海底甚至遗落有上古神器的危险碎片，即使是神灵去都危险。但是为了能够得到澹台烬的线索，黎苏苏依然要冒险前行。就在黎苏苏出发后，魔族的人才发现澹台紫蜜不见了。原来他偷来了洗髓印，破开了魔族的结界，跑了出去。他要去寻找自己的父亲。黎苏苏也是刚出魔域，马上就知道自己的女儿不见了，偷了洗髓印去了人间。为了女儿的安危，黎苏苏也只好到人间去找女儿。但是天下之大，他又该去哪里寻找呢？他小小年纪又怎能知道人心险恶？他会遇上危险吗？澹台紫蜜虽然1000岁，但还是懵懵懂懂，他的心理和身体都还是小孩。在人间自然没有人能欺负他，但是如果遇见了仙界的人，他身上有魔气，被人发现就糟了。澹台紫蜜趁着这洗髓印破开魔族结界后，落到了陌生的人间。他谁也不认识，见人就问谁认识他的父亲澹台烬，他是个大英雄。结果人人摇头，都非常好奇这个漂亮的小姑娘从哪里来。相遇。父女遇见的时候，小团子在树上，衰爹爹在地上。
书中描述，阿紫依旧在打量他，他生得很好看，对于凡人来说是一种近乎迷丽的容貌。高瘦匀称的身材，带着几分病态的苍白肌肤，眼尾上挑，唇几乎嫣红，这样的相貌却并不显得女气，反倒有几分轻视世间的凉薄感。男子冲他伸出手说：“下来。”2. 回答。那个一向无法无天的小团子听话极了。书中描写，抱住他的男子顿了顿，怀里的团子又香又软，仿佛一个软乎乎的面团。他神情有几分古怪，把它放在地上。小团子很矮，努力仰起头看他，那模样颇为可爱，也有些好笑。天快黑了，你爹娘呢？阿密想了想，娘去了很远的地方，夫君，爹爹死了。魂飞魄散，用凡人的说法，那应该就是死了。阿密点点头。3. 归家。这个爹爹把他的粉团子女儿带回了家，过了许久，他伸手把他小嘴上沾的饭粒拿掉。阿密抬头看着他，突然有几分眷恋的感觉。如果他父君还在，会不会也这么温柔地对他呢？阿密躺在床上，棉絮是白子谦白日晒过的，带着阳光的气息。凤凰一族的幼岁成长缓慢，不比苏苏在壳中养了万年，破壳后100年便能成年。阿密的成长循序渐进。4. 逛街。这个爹爹的初衷是要带他找警察叔叔县太爷，不过后来没舍得。一路上，白子谦见阿密看什么都稀奇，小团子一双紫葡萄似的眸睁得大大的，惊叹不已。他迈了路，牵着他的小手去县衙，可是看见明镜高悬几个字，他眸中冰冷。白子谦看着身边懵懵懂懂的小团子，他生得这般好看，真去了县衙，若县太爷良善还好，若是有坏心思，他回不了家。最后阿密跟着他出门一趟，没被送走，反而得了几个小糖人儿。看了前面的相爱相杀的惨烈，我很喜欢这个温暖的结尾，喜欢看谭台烬成为慈父的样子，只是不知道会不会被编剧给腰斩。